当我开始感激，世界悄悄为我打开门。那时候的我，活在一种很深的无力感里，像是无论怎么努力，都离想要的生活差一点。有时候是卡在收入，有时是卡在关系，更多时候是卡在那种我还不够好的自我怀疑中。我不断往外追，追安全感，追掌声，追所谓的幸福模样。但每当我以为自己快要到达时，总有一种空虚感悄悄爬上心头。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？于是我逼自己撑住，不停咬牙，却没有真的快乐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一段话：你不是因为有了才感激，而是因为感激了才拥有。那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我干涸的心里，我不知道那会开出什么，但我决定尝试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感激，不是为了什么结果，而只是因为我不想再苦撑下去了。一开始很难，我盯着自己的生活，觉得没什么可以感激的。但我逼自己每天写下3件小事，哪怕只是今天有热水洗澡，今天天气晴朗，今天有人对我微笑，就是这么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开始慢慢感觉到有些东西松动了。我不再只看我还没达到什么，而是开始看见我其实已经拥有什么。我的世界从灰蒙蒙的开始有了光。我发现感激不是一种正面思考，而是一种打开通道的力量。当我感激，我的心就打开。当我的心打开，生命就能进来。有一天，我边走路边默默地说感谢。谢谢这个街道，谢谢我还在，谢谢自己没有放弃。走着走着，手机跳出一封邮件，是一个我梦想中的合作邀约。那一刻，我笑了，不是因为终于得到，而是我知道世界真的在听。不是我祈求的够多，而是我终于让自己的频率对齐了。感激的本质是一种接收。当我愿意对生命说谢谢，我就在说，我准备好了，请进入我生命。而世界也会用它的方式回应你。它不是大声地送你惊喜，而是静静地为你打开那些原本紧闭的门。我开始越来越感受到，原来世界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冷酷，它只是等待我相信，它其实一直都愿意给。我也开始更温柔地看待自己，不再催促自己快点到达，而是感激自己还愿意走路。我感谢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心，也感谢那些曾让我受伤的经历，因为他们都带我来到今天的这里。这份感激不是一种妥协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力量。它让我不再以不足的能量出发，而是从已拥有的状态创造更多。当我用这样的眼睛看生活，我发现以前觉得很平凡的东西，其实都藏着宇宙的回应。我与人对话的质地改变了，我创造的东西更有温度了。我不再依赖掌声来肯定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被世界照顾着，而这一切都是从我开始感激开始。当我感激，我就不再追赶；当我感激，我就愿意等待；当我感激，我就知道，我其实早就在一条通往富足的路上。我终于明白，丰盛不是远方的回报，而是此刻的感知。每一次深呼吸，每一次拥抱，每一次看见与被看见，
都可以是丰盛的体验。而当我每天都在练习这样看世界，世界也真的悄悄地为我打开更多的门。门后不是别人的生活，而是我终于准备好拥抱的自己。曾经的我一直在外面寻找认可，寻找幸福，寻找安全感，寻找成功的标准。我认为只要追得够多，跑得够快，拿得够多，我就能填满心中的空洞。我活在不停的比较与竞争中，看着别人达成的目标，自己却越来越疲惫。我的心像一个永不满足的深渊，无论得到什么，都觉得少了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，那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灵魂的疲惫。我开始停下脚步，问自己，我到底在追什么？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我尝试着不再问外界的答案，而是静下心来，听听内在的声音。那时候的寂静很深很宽，我发现有一个自己从未真正被看见。他不需要拥有名利，也不需要被认可或比较，他只是想要被理解，被接纳，被爱。当我开始向内打开，我感受到一股温柔的力量从心底升起。它没有声音，没有形状，却像春天的风，轻轻抚慰着我的伤口。我不再害怕停下来，不再急着找出路。我学会与自己和解，学会给自己空间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丰盛不是外界赐予的奖赏，而是内在深处的宁静与喜悦。当我越来越向内探索，我发现那里有无尽的智慧与力量。它教会我如何接纳不完美，如何放下控制，如何与生命共舞。不再追逐的我，反而吸引来更多真实的机会与关系，因为我成为了自己最真诚的版本，也因此发出独特的光芒。这一切改变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在无数次的静心与反思中逐渐累积。我学会，每当外在世界让我迷失，我就回到那个温暖的内在空间。那是我永远的避风港，也是我创造丰盛的起点。我不再把丰盛当作未来的目标，而是当作此刻的状态。当我打开自己，接纳自己，丰盛就自然流入生命。我明白了，当我不再向外追寻，而是向内打开，我才真正找到丰盛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活在自己必须撑住一切的信念里。我以为只有努力不懈，才能换来安全感。我以为只有做到完美，才能被爱和认可。我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，以为只要坚强，命运就会善待我。但有一天，我疲惫得无法再继续。我停止奔跑，坐下来，开始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在那样的静默里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我一直被照顾着，不是谁具体的照顾，而是一股无形的、温柔的力量，深深滋养着我，从未离开过。回想过去，那些我以为孤军奋战的日子，总有一股力量让我继续前行。那些危机时刻，总有巧合般的转机出现。我开始明白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宇宙在默默守护着我。我太忙着证明自己，太急着往前冲，却忘了停下来，感受这份滋养。当我愿意放松，放下紧绷，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深层支持。我开始练习与宇宙合作，而不是与自己对抗。我开始信任，
相信一切都在安排中。这种信任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平安。我不再恐惧失去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已被宇宙深深滋养着。这份滋养不是物质的给予，而是心灵的温暖，是感受到自己被爱、被看见、被支持。我开始在日常里寻找这些滋养的痕迹。一杯温暖的茶，一句贴心的问候，一阵和煦的阳光，一场真诚的对话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是宇宙用心铺设的恩典。我开始懂得，丰盛不是等来的，而是随时可感受的存在。在我最需要的时刻，我不是孤单的，我被爱着，支持着，滋养着。这样的体验让我从根本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。我不再用力抓紧，而是学会放手，学会接收。我不再害怕挫折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滋养我成长的养分。我不再追求完美，而是接受当下的自己。这份接纳成为我通往丰盛的桥梁。原来我早已被宇宙深深滋养着，只要我愿意感受，这份滋养永不缺席。我愿意打开心，让这份滋养流进每一个细胞。我知道，无论人生多么起伏，我都有这份力量支持着我前行。我不再孤单，我充满力量，我富足自在。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醒来，却感觉到心里有一丝不同，不再是恐惧，不再是怀疑，而是一份柔软的信任。我选择相信，相信这个世界，相信自己，相信那些看似微小的奇迹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活在怀疑里，怀疑自己是否够好，怀疑人生是否会改变，怀疑幸福是否真实存在。我努力，我奋斗，我寻找，却总觉得遥不可及。那种空洞让我无法呼吸。直到那一天，我说服自己，就算不确定，我也愿意相信。那是一种勇气，更是一份决心。我不需要所有答案，只需要那份信任，去迎接生命的流动。当我愿意相信，世界真的开始改变了。我看到身边的人展现更多的善意，感受到生活中小小的奇迹，甚至连困难都变得不再可怕。那不是魔法，而是一种内在频率的调整。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挑战，不再是阻碍，而是成长的礼物。我不再被恐惧控制，而是由信任引导。当我相信，机会开始自然出现，资源开始流动，人际关系更加和谐，我变得更自在，也更有力量。这份改变来自于我选择的那一刻。当我打开心，世界就打开门。当我放下怀疑，机会就在眼前。这是我学到最重要的课题。当我选择相信，世界真的改变了。我曾以为富足是物质的累积，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，是豪华的房子，是名牌的衣物。我拼命追求那些外在的标准，认为只有拥有的更多，人生才算成功，才算圆满。然而，当我终于拥有了这些，却发现心灵依然空虚。那些物质并未填满内在的缺口，反而让我越来越迷失自己。那时，我开始寻找另一种富足，
一种超越表象的富足，一种从灵魂深处涌现的安定感。这份安定不是建立在外界的认可上，而是来自对自己的深刻接纳。当我学会不再逃避内心的恐惧与脆弱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我感受到一股从容与稳定，这是任何物质无法取代的力量。我开始懂得，真正的富足是在你静下心来，能感受到内在那份平和与满足的时候。这是一种静默中的力量，它让你不再被外界的波动牵动，不再因为短暂的失落而恐慌，因为你知道，无论外在如何变化，你都有一个不会动摇的中心。这份安定感带给我前所未有的自由，我不再被恐惧驱使，不再焦虑未来的不确定。我开始真诚地面对自己，接纳自己的全部，包括那些曾经被我否定的部分。这样的我，不再渴求更多的物质，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感谢生命赐予的每一份礼物。真正的富足，是灵魂深处那份安定的感觉，它是你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证明，是你愿意拥抱人生起伏的勇气，是你对生命深深的信任。当我活在这样的富足里，世界也开始回应我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真诚，机会也自然而然地降临。我感觉到自己不再孤单，而是与宇宙万物相连。这种连结是我心灵真正的富足所在。过去的我常常用力生活，以为只有坚强和拼命才能抓住幸福。我逼自己不停前进，不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，因为我害怕那样会被世界遗弃。我的心像一座冰山，表面坚硬，内里却满是裂痕。我无数次在夜里哭泣，却从未敢让别人看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，那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灵魂的倦怠。我开始试着温柔对待自己，学会放下对自己的苛责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有情绪。我开始观察自己的想法，不再用力抗拒负面情绪，而是轻轻地接纳它们，像对待一个受伤的孩子。这份温柔慢慢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山。当我愿意对自己柔软，生命中的美好也开始绽放。我发现，原来幸福不是追来的，而是在温柔中悄悄降临。那天早晨，当阳光洒进窗台，我看见自己内心的平静，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稳。我不再用过去的标准评判自己，而是学会欣赏自己的每一个样子。这样的我更有力量，也更自由。我开始感谢那些曾经的痛苦，因为它们让我更懂得珍惜当下。我开始尊重自己的节奏，不再急躁，不再强求，让自己自然成长。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了我喜悦的源泉。我在花开的瞬间找到感动，在一杯茶的香气里体会幸福，在简单的呼吸中感受生命的奇迹。当我开始温柔看待生命，我也开始更温柔看待他人。这样的连结让我不再孤单，也让我吸引到更多真诚的关系。我知道这条温柔的路不容易，但我愿意一步步走下去，因为我看见了温柔的力量可以让一切绽放。我终于明白，当我开始温柔看待生命，一切开始绽放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